你仲喺度死記硬背 K 線嘅理論咩？如果你學過 K 線，你應該仲記得邊一條 K 線會比較強。大家好，我係阿 Tim，歡迎嚟到股票知識會頻道。今日繼續攻略，要為你克服 K 線嘅核心原理。上一集講到 K 線嘅形成，佢唔會只係一種走法。今日嘅視頻，我哋繼續睇一啲例子。請你睇下呢一個長陽線嘅例子。呢個係同樣一條嘅長陽線，一樣嘅 K 線大小，一樣嘅開盤價、最高價、最低價同埋收盤價，一樣長度嘅上下引線，但佢可以由三種好大差別嘅漲跌路徑所形成。我哋先睇睇第一種走法。股價開盤之後，佢只有微微咁下跌，之後就一路向上漲，一直都維持緊 high 一 high、high 一 low 結構嘅上漲趨勢，係好典型嘅長陽 K 線走法。而第二種走勢佢上漲到一個程度之後就大跌，而且有跌破最後嘅 high 一 low， 亦即係末升低。尾盤再拉高，令呢一個 K 線形成長陽線，但其實佢係喺小周期嘅行程裏面已經破壞咗上升趨勢，已經係比較有疑慮嘅情況。結果會點樣？我哋喺下一部影片有詳細嘅說明。我哋返去第三種走法。原本係上升趨勢，後來股價大跌，跌破咗開盤價，之後開始反彈，進入咗長時間嘅整理過程。呢個整理過程係做一個收斂結構嘅調整形態。同樣嘅長陰線都可以分別由唔同嘅 K 線形成路徑嚟完成嘅。我哋先嚟睇下第一種，股價開盤之後微微上漲，之後暴跌，一直都係維持緊 low 一 high、low 一 low 結構嘅下跌趨勢，係好典型嘅長陰線走法。而第二種係上一個例子長陽線嘅第二種走法嘅倒影，佢喺股價先暴跌，形成單日最低點之後，反彈破壞咗下跌趨勢嘅結構，之後尾盤再下殺，等 K 線形成長陰線。其實佢喺小周期嘅行程裏面，已經係破壞咗下跌嘅趨勢，已經係空頭比較有疑慮嘅情況。而第三種走勢，佢根本係下跌趨勢，後嚟股價大漲，上漲高過咗開盤價，然後先至回跌，進入咗長時間嘅整理過程。呢個整理過程係做一個發散結構嘅調整形態。我哋接住嚟睇下另外一個比較極端嘅例子。上引線同下引線都特別長，實體特別少嘅陽 K 線。我只舉例兩種可能嘅 K 線形成路徑走法。一種係先漲高，然後再暴跌，尾盤再反彈，等收市價稍微高過開盤價，
第二種 K 線路徑嘅走法，就係先下跌之後再大漲，但係尾盤佢又轉弱跌返嚟，非常靠近開盤價，而且高過開盤價。呢兩種走法最終都係收盤價稍微高過開盤價。但係兩者一開始走嘅都係完全相反嘅方向，同樣形態嘅陰線都係一樣。我列舉較典型嘅兩種 K 線路徑走法，一種係先漲高再暴跌，尾盤再反彈，等收盤價非常靠近開盤價，但係又冇高過開盤價。第二種 K 線路徑走法，則係先下跌再大漲，但係尾盤佢又轉弱跌返嚟，跌破咗開盤價。呢兩種走法最終都係收盤價稍微低過開盤價。但係兩者一開始走嘅係完全相反方向，由此可以睇到呢兩種 K 線路徑走法係完全相反嘅，一個係先漲後跌，另一個呢係先跌後漲，但係結局係一樣嘅。此外，我相信你已經明白，同樣嘅 K 線，佢係可以由各種唔同嘅路徑走法嚟完成嘅。問題嚟啦，我哋係咪要將各種可能嘅路徑走法都學晒起嚟，記起嚟呢？如果咁樣嘅話，我哋係咪仲有必要去學習 K 線理論呢？因為就咁睇一條 K 線，實在冇法睇得出佢喺小周期嘅行程路徑係點樣嘅。我哋係咪喺做技術分析嘅時候，每一次都要切換到小周期嘅圖表去一窺究竟呢？答案係否定嘅。其實有啲 K 線可以從佢嘅 K 線形成路徑睇出一啲關鍵嘅細節。佢嘅一個關鍵就在於隔日嘅 K 線係點樣開、點樣走，有更重大嘅意義。我哋可以喺兩個唔同形成嘅 K 線組合睇出更關鍵嘅信息。因此 K 線組合所透露出嚟嘅信息就比一個 K 線更加完整、更關鍵。我哋將會喺後續嘅教學入邊同你講透。另外，我哋可以將我前邊所講嘅4個極端例子進行分類，並且延伸到各種唔同嘅 K 線。換句話說，我哋只需要學識呢兩種 K 線，亦即係長陽線及小實體、長上下引線嘅 K 線，再加上黑白兩種唔同顏色嘅變化，總計4種。只要通透呢4種 K 線，就相當於學識晒天下所有嘅一支 K 線。因為其他嘅 K 線都係可以從呢4種 K 線嚟變化嘅。唔理佢係十字線、紡錘線、錘仔線、吊人線、墓碑線等等，都係由呢4種變化而成。分別就係在於 K 線實體嘅長度、引線嘅長度、開盤同收盤嘅位置，以及多空強弱有所唔同。呢啲差異我都會喺後續嘅影片入邊
詳盡咁為你解說。由於時間關係，我會喺下一集繼續 K 線嘅解讀。如果你有興趣學習更多，要記得訂閱呢一個頻道，並且要記得開放小鈴鐺。最後祝福每一位關注我嘅朋友喺2022年嘅股市得心應手。